你知道，当你今天买了一间房子以后，要是在5年之内发现这间房子有瑕疵的问题，你是可以再回去找前屋主负责的吗？而且在某一些情况下，甚至是没有5年的限制。还有一些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在签约的时候，屋主突然说要加签一条不负瑕疵担保责任？这个瑕疵担保责任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去问了好几个房仲，却是越听越觉得五煞煞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忠会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让朋友们了解物之瑕疵担保责任。Hello， 各位相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如果你是还没开始看房，或是正在看房的朋友，这个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应该会让你觉得很陌生。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斡旋的阶段，甚至是已经签约了，已经交屋，还装潢好搬进去了，这个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就变得十分关键了，而不仅仅是买方。如果你是正在卖房子的屋主，那你更应该要清楚这个民法上的责任。买卖房子应该是要双方都能够开开心心。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的影片所提到的，根据2021年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稿，在2020年的180多件买卖纠纷当中，大多都是因为购屋之后发现房子有瑕疵。阿忠之所以拍这一集影片，虽然是在讲解名词，但是我的用意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，身为买方和卖方各自有哪些权利和义务。因为没有人会希望签约之后还纠纷不断，所以在开始今天的正题以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要买卖房地产的朋友，请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用最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搞懂房地产的各种知识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为什么明明房屋瑕疵是最常见的交易纠纷，但是却连房仲都不一定能搞懂这几个字的意思呢？因为实际的情况就是千变万化，但是法律条文必须用最少的字来讲到最多的情况。每次阿忠在翻看这些条文和判例的时候，也是会觉得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。题外话，沈复的儿时记趣也只有这一段适合当课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Google 一下。好啦，扯远了。那在解释这8个字以前，我们先快速看一下民法第354条，而其中提到的瑕疵大概有这几种情况。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了，没关系，有耐心的朋友可以按暂停来仔细研究，或者你可以继续听我讲解。我们就再回来看这个物之瑕疵担保责任。我们先看担保这2个字，意思是我保证我卖给你的东西没有问题，如果有问题我会负责。那担保这2个字后面再加一个责任，就是屋主有责任要做这样的担保。我们回想一下在漏水篇说过的那间有渗漏水的房子，当时屋主在销售房子的期间，就先跟每一位来看房的买方先提到房子有渗漏的情形。像他这个案例就不必负瑕疵担保责任。简单来说就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我的房子有漏水，那我又何必跟你保证我的房子没有漏水？可以吗？还跟得上吗？如果到这边都还听得懂的，我们再用时间点来理解这8个字。我们再来看一次民法第354条这一段，来，这一段用荧光笔画起来。这边的白话文就是房子可能有瑕疵的这个风险，在交屋的那个 moment， 风险就转移到买方这边。注意哦，这边说的是风险，不是责任。屋主的责任就是要为交屋之前的这个风险来做担保。我们刚才说过了嘛，如果签约前屋主已经跟你说了有漏水，那他就不必去做这个担保。那如果他没有讲，他就有责任要做担保，去保证在交屋这个时间点以前，房子没有瑕疵的情形。But万一交屋之后你发现瑕疵，比如说渗漏水，而且你可以证明是交屋之前就开始漏的，那屋主之前有跟你担保过嘛？交屋前没有瑕疵，那他就要为他的担保来负责。这里我要做个提醒，身为买方的你也必须尽到你检查的义务，因为如果是透过检查就能发现的瑕疵，比如说墙壁上明明就有一大片的水痕，不论你是没有检查，或是看到了却没有通知的举动，那会被认为是买方承认瑕疵，就无法对卖方主张瑕疵担保的权利。注意哦，这个通知2个字非常重要。这整个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有一半的重点就在于通知的时间点，也是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的。为什么我看有些人说6个月内要通知，也有人说5年内要通知？这难道是什么薛丁格的通知？其实这个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就好像是在台面上覆盖一张牌，当你翻开这张牌，也就是刚才说的通知，屋主就必须为他之前做的担保来负责。那所谓的6个月和5年，照惯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。民法第356条，
我直接画一个时间轴来方便理解。这里是你交屋的时间点，这是交屋之后6个月，这是交屋之后5年。不论你什么时候交屋，只要在交屋之后的5年内发现有瑕疵，而且确认是交屋前就发生的，你就有义务要在6个月内做到通知，并且行使瑕疵担保的请求权，也就是叫屋主为他担保的事情负责啦。But 在某一些情况下，你有可能是会失去请求权的，比如说你不依通常程序检查，墙壁上有一大片水痕，就是依通常程序可以检查得到的，或者是发现瑕疵后没有及时通知卖方，或者是没有在6个月之内行使这个请求权，那都会导致你失去这个瑕疵担保责任的请求权哦。然而有一个大例外，是没有所谓5年内的限制，也就是所谓的重大瑕疵。套用我们前面影片说过的，就是那些氪金也难以解决的瑕疵，比如说海砂屋、辐射屋、凶宅。再来就是如果在交屋前，屋主明明知道有瑕疵，却没有告知，那这6个月的规定就不适用。话虽如此，要去证明屋主明知而不告知，也算是很有难度。还有就是法拍屋，根据强制执行法第69条，拍卖物买受人就物之瑕疵无担保请求权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，那就是如果违建的地方发生了渗漏水，屋主要负责吗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会再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讲违建。今天的内容帮大家简单做个复习。担保的意思是，如果有问题，屋主会负责，而屋主有责任要做这样的担保。但如果屋主已经跟你说了房子有漏水，那就不必跟你保证房子没有漏水。那如果他没有讲，他就有责任要做担保，去保证在交屋这个时间点以前，房子没有瑕疵。而身为买方的你，也必须尽到检查的义务。只要是交屋后5年内检查到了瑕疵，而且确定是交屋前就发生的，就要在6个月内做到通知，并且行使瑕疵担保责任的请求权。但如果是重大瑕疵，比如说海砂屋、辐射屋、凶宅，那这5年的规定就不适用。总结来说，我都会建议买方在看屋的时候，就先看仔细一点。如果看到很喜欢的房子，但是天花板都包起来看不到，那就会有相对应的风险。如果已经签约，甚至交屋完了，才发现有瑕疵，请一定要联络你的房仲来帮忙处理，并且第一时间就要通知屋主，行使瑕疵担保责任的请求权，才不会损失自己应有的权利哦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物之瑕疵担保责任。如果想要看比较轻松的话题，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我们下次见。